我叫江远全是博音听力的创始人。博音听力呢是2019年6月6号在上海闵行区正式成立，目前快到5年了，还是一个刚刚成长的一个公司。我们在做中国自体研发的助听器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建我们的传统的线下的渠道，也在建线上的渠道以及出海的一个业务。其实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刚刚成立的时候，公司只有7、8个人截止到上个月，我们公司一共有165个员工了。我们自己的直营店，我们现在在这4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已经开了28家直营店，也将近有200家已经给我们签了加盟的协议，已经装修好的有130多家。现在的代理的经销商一共有82家，大概有1200家门店跟我们在开展合作。我们是先修好高速公路，我们再开车上去跑。虽然我们慢一点但是从整体来说，博音的产品出来以后，它就会走得很顺，走得很快。我们认为这个产业应该是做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生态圈。我们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组织，一个是团队。所以说呢，我们一开始就搭建了6家公司，每一家公司有不同的定位和不同的产品，几个业务模块的一个负责人。比如说我们有专门做直营做加盟的北京听力地球，在上海总部的直接做批发业务的这样的一个部门，针对政府的这个采购招标捐赠的政府部门，也有 BD 部门业务拓展部门，它聚焦的一些新的业务。苏州的公司它聚焦的是生产，成都的公司聚焦的是研发，那上海的公司呢，主要是打造的整个的运营的一个体系等等分工非常清楚。博音为什么我们想做一些多元化呢？是在于我的团队足够的强大。我很多部门的 leader 应该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比我有经验，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一种能力。同时呢，所有的这些多元化，它都是应该是支撑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向去的。那博音我们的最终的方向可能就想做国产助听器的这个头部，公司员工、公司股东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对于经销商的一个需求呢，其实我们很简单，首先是要建立信任。如果说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我们再去跟他赋能，我认为这大概率它可以变成我们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经销商。这一点呢，我认为博音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的。对于每一个经销商，他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说一些大的连锁，它更加关注的是你的产品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利润。那有些成长的经销商呢，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关注的是帮他培育人才，帮他去打造他的流程。你一定是要找准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的经销商，他跟博音的产品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博音在内部我们有一个底层管理逻辑，先利他再利己。我们很多事情如果只看短期的，我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来做我认为这一点呢，不是我的最核心的管理风格。博音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但是我们已经在推行了员工保留计划。我每个部门的 leader 部门经理我认为都很强，但是这个地基金字塔的最下面的部分其实是博音的每一个同事每个员工。我们今年会有30个员工的保留计划。我们是希望在让每一个员工他在博音的这个工作中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愿意跟博音长期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从内部来说，其实也是在利员工。那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的供应商，一定是让他感觉
跟我们合作是一个长期行为的，所以在利他的这个基础上，是我们是否我们认为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希望的是更多的这个同事，更多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他们先成长起来，那自然而然可以带动博音公司整体的一个成长。